妻子第5次带情夫回家的时候，我将窗户焊死，不动声色地将门反锁。卧室内不断地传来娇喘。我坐在客厅，拨通丈母娘的电话：“妈，不好了，你女儿将自己反锁在卧室要自杀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买来万能胶，将卧室所有的窗户都封死。封完最后一扇窗户的时候，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：“浅浅，我今天要出差，可能会在外地待2天。”苏浅应答了之后，迫不及待地挂了电话。我看着手机里新公司的入职信息，默默回复了好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差不多到他下班的点了。简单收拾几身衣服，装进行李箱后，我拉着行李箱走进了楼上储物间。从这里能清楚地看清楼下的动静。约莫过了半个小时，客厅的门开了，先进来的是苏浅。她进门之后，探着头喊了2声：“老公，老公。”然后勾到外面说了句：“看吧，已经走了，进来吧。”说完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男人顺带着将入户门关上，另一只手一把将苏浅拉入怀中。“那就是说，我今晚能和你做一整晚了。”苏浅一边假装挣扎，一边倒入他怀中。讨厌，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场景。上月因为忘记拿文件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沙发上凌乱的衣服，有苏浅的，还有一个男人的。我拿起衣服看了看，显然不是我的尺码。苏浅出轨了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但是卧室不断传来的娇喘声让我不得不相信，他此时正欲仙欲死。我不敢再听这个声音，我不敢相信每天贴着我的苏浅会出轨，还是在家里。我不动声色地将衣服放回原处，拿起桌上的剪刀，准备踹开卧室的门。里面的电话响了，我听到男人的声音，顿了一下：“我老板。”这个声音我不会听错的。老板秦明是香港人，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港普。可是我刚刚拿到一个1000万的订单，是上周他亲自签的字交到我手里的。我现在才想起他每次看我的眼神和说话的语调：“小陈啊，好好干哦，年轻有为。小陈啊，这个订单拿下来，就能让你妻子过好日子了。”每每到这，都传来同事们羡慕的眼光。陈征，老板对你还挺好的，这个单子我要了好几次都不给我，给你了，不过要经常出差。你媳妇那么黏你，能同意吗？现在再回想他的眼神，不是欣赏，而是嘲笑。我最终还是没能踹开那扇门。当我拿着文件走出家门的时候，秦经理不住地在催我：“陈征，你快点，一会投资商该到了。对了，老板的电话一直没人接，你知道老板在哪吗？”我朝家门口望了一眼，看了眼手里的合同，不知道，我也没联系上。秦经理是苏浅的表哥，当初我和苏浅在一起还是他撮合的。看着我手里的合同，他一阵欣慰：“我就说吧，我不会看错的，你小子有出息，这个单子谈成，业务部经理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”这下浅浅也高兴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这几年为了证明自己，我早出晚归，挣的钱大多被苏浅挥霍。可我觉得爱一个人就该给他最好的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苏浅做了一桌子的菜在等我。她平常从不做菜，说油烟会伤皮肤，也是从今年开始，菜偶尔做几次菜。这是我第4次吃到她做的饭。看见我进门，她忙小跑着过来：“亲爱的，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哦，快去洗手。”我被她推着来到了洗手间，她用筷子夹了一块肉递到我的嘴里：“先尝尝好不好吃。”我嚼巴着嘴里的肉，
一边洗手一边说：“好吃。”晚上他洗澡的时候，我尝试打开了他的手机。我们互相知道对方的密码，但是却从不看对方的手机，所以他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基本都在。我往下扒拉他的微信，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信息。我尝试着搜索了"想你"俩字，在最近聊天的列表里出现了一个备注为小姐的人，应该是秦明的小号。我打开，里面都是露骨的聊天信息：想你，想和你做，你老公在家吗？今天约酒店吧，我刚吃完补品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亲爱的，你今天比我老公厉害，你的更大，晚上不许再和陈征做了哦。那时我才知道，他们开房已经不下10次，光来家里就已经有4次了，今天是第5次。苏浅熟练地将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，继续和秦明交缠在一起。我本来想尝试将苏浅抢回我的怀抱，可他压根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甚至要求秦明将我外派，方便他们俩偷情。秦明不住地撕扯苏浅的衣服，直至将衣服全部扔在客厅内。苏浅穿着粗气，一只手攀着秦明的脖子，一只手熟练地解着他的腰带。我看着秦明抱着一丝不挂的苏浅，着急地走向卧室。苏浅搂着他的脖子，不住地作着，还时不时地趴在他耳边说着什么。最后一句问的是：“今天吃药了吗？可不能像昨天那样，还没药呢就没了。”秦明不住地点头：“放心吧，小宝贝。保证你满意。”说完，将他的拖鞋拔掉，扔在了外面。苏浅娇羞地问：“没鞋怎么下床啊？”秦明使劲嘬了一口苏浅的脖子：“今天保证让你下不了床。”我在楼上看着，不住的一阵反胃，捂着嘴干呕了几声，没有吐出来。听到卧室门啪的一声关上了，我便悄悄从楼上下来，拿着垃圾袋，将地板上的衣服捡起扔进垃圾桶，然后在他们风驰电掣时拿钥匙将卧室门反锁加密后，扔掉钥匙，来到卫生巾给丈母娘打电话：“妈，不好了，浅浅将自己关在卧室要自杀，我怎么都开不开门。”丈母娘苏青是他们家的主心骨，虽然兄弟姐妹众多，但是自己在家里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地位，唯一的污点就是丈夫当年出轨被她捉奸在床。她把小3已经成型的孩子打流产后，将老公一起赶出了家门。虽然那个孩子不是她老公的，这些年带着苏浅虽然累，但是过得踏实，也有一个没有结婚的男朋友。当听说女儿要想不开时，他便想好了10000个对付我的方法。在他眼里，女人闹情绪多半是男人有问题，所以在我打完电话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，他便带着7大姑8大姨还有几个表兄弟来到了我家。陈征，我女儿在哪？我看着来势汹汹的丈母娘，忙迎过来，焦急地解释：“妈，我和浅浅就生气拌了2句嘴，他就忽然不接我电话了。”丈母娘不等我说完，便拿起凳子只冲门砸去，随着咣当一声，里面安静了下来。丈母娘不住地拍打着门：“浅浅，你别想不开啊，你有啥事给妈说，妈给你做主。”听着里面没有动静，丈母娘接着拨打苏浅的电话，还是无法接通。丈母娘急了，不住地用凳子砸着门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什么门啊？这是！砸了几下都纹丝不动。我拉着砸门的丈母娘：“妈，这个门还是你和浅浅当时选的，说防盗安全，在里面反锁了钥匙都是打不开的，你这样砸更是不行，别再把浅浅逼急了。”丈母娘听闻住了手，一旁的表哥不干了，上来就给我一拳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浅浅的事情了？男人嘛，我最了解了，
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将表哥推到一边，男人不是都和你一样拈花惹草的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浅浅为什么要想不开呀？见状，丈母娘也来劲了。我就说吧，我走过的路不能让我闺女再走一遍。这女子命不好啊，父亲没有做好榜样，现在老公又这样，她可怎么活呀？我告诉你，陈征，浅浅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我拉着丈母娘的胳膊，妈，我没有。表哥将我推到一边，使劲地拍着卧室门。浅浅，别怕，有什么事表哥替你做主。你先把门开开。里面还是没有任何声音。大姑坐不住了，我就说呀，这陈征犯错了，就得让他认。来，你跪下，给浅浅认个错，说不定他就出来了。男人嘛，犯点错没事，认下不就完了？大姑说着，便要拽着我走向卧室。我挣脱了她的手。大姑，我没错，认什么错呢？最起码也得把浅浅叫出来问问啊！大姑根本不听我解释，一只脚踢在我的小腿肚上，想让我强制跪下道个歉，先把人哄出来再说嘛。我挣扎着起来，朝着卧室里大喊：浅浅，有什么事出来说吧，是谁的错谁认，你出来，咱们一切好说。说完，我假装趴在卧室门上听里面的动静，大姑也趴了上来。房间内传来一阵咚咚的声音，伴随着玻璃发出的浑厚响声。不好，浅浅要跳楼！我听着她在敲玻璃呢。大姑连忙拉着丈母娘一起听：浅浅啊，你可别想不开呀！妈妈在外面，妈妈给你做主。陈征这个天杀的，妈妈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浅浅啊，大姑也在呢，你别怕呀，大姑也替你做主。还有表哥，我又趴在门上停了听，确实是砸玻璃的声音，因为所有的窗户被我用万能胶封死了，他们打不开。秦明没处躲，所以他只能妄想砸开玻璃，跳到露台上。可是苏浅忘了，这个玻璃是3层中空钢化硅，无比坚硬，是他挑的，安全系数最高的一款玻璃。我假装跪在门边，双手拍门：浅浅，我错了，你出来吧，你可别做傻事啊，我可不能没有你啊！大姑重重地踢了我一脚：早干嘛去了？说你错哪了？一旁的三舅也开始数落：早就听小凯说你在公司招女孩子喜欢，说是不是没把持住，出轨了？一听出轨，丈母娘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一巴掌打在我后脑勺。你要敢出轨，老娘打死你！我缓缓站起，走在丈母娘面前。那要是浅浅出轨呢？浅浅就不可能。那如果呢？我说如果，浅浅就不会，我教出来的女儿就不会做这事。但如果说如果她敢的话，我就让她跪下给你磕头。表哥进来的时候，一脸不解地看着我。我给他解释了之后，他将我拉到一边：陈征，我有个重要的文件，老板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我摇摇头：要不你问问老板娘呢？表哥一拍脑袋：就是。说完，走向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的表姨。秦明的第2任妻子是苏浅的表姨。说来也巧，这次苏浅的妈妈把她也叫了过来，说她是学法律的，万一我做了什么对不起苏浅的事，要闹离婚，他们家得有个懂法的人。表姨见表哥走过去，也客气地起身。我也没打通他的电话，许是在谈事吧。不过秦云，你竟然来了，去公司一趟，把技术部的刘师傅请过来吧。他或许能打开这扇门。听完说完，我起身向他鞠躬：谢谢老板娘。表姨走过来：小征啊，你们的事我也不好过问，但是你记住，男人就算再有本事，都不能做对不起女人的事的。你看你表姨父平常那么忙，一有空就回家陪我，
你说多少年轻的女孩子往他身上贴啊，他都能把持住。男人啊，还得是经受得住诱惑。我听着表姨说完，笑着点点头。这时苏浅德表妹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我知道我姐为啥要想不开了，我姐夫就是外面有人了。我赶紧上前一步，苏玉，不能瞎说呀。苏玉压根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，便拿起手里的手机在他们之间传了起来。你看，这是我前几天修监控的师傅发来的照片，你看沙发上的衣服有男有女的，这件女士的我都没见我姐穿过，所以肯定不是我姐的，一定是我姐夫偷人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确实是我家的图片。前几天我确实让苏玉帮忙找人修监控来着，监控是苏浅弄坏的，也一直拖着不去维修。我趁苏浅不注意，将监控拆掉，交给苏玉，让他帮忙找朋友维修，为的就是让他看见这些东西。果然，他中计了。我拿着手机解释：“不，这不是他。”丈母娘的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脸上。陈征，你还不承认？我奋力解释：“妈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你，还能是浅浅偷人不成？这都不是浅浅的衣服，她的哪件衣服我没见过？你看这黑丝，这裙子，她是会穿这些的人吗？”陈征，你当初娶她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现在这样对她，你对得起当初的誓言吗？别说浅浅想不开，换谁能想开啊？都把人领回家里了，这不欺负人吗？大姑接着说：“你偷人就该打，你还领家里来，这让谁看见能受得了？别说浅浅了，我都得给你闹自杀。”表姨也走过来瞅了一眼：“陈征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你在你表姨父公司上班，怎么他的品质你一点没学到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出轨在先，证据确凿。如果浅浅说不跟你过了，是可以要求你净身出户的。对，离婚，一定得离婚。陈征，你净身出户，所有财产给浅浅。”我望着丈母娘：“妈，法律也没有这一说吧？”丈母娘大怒：“法律管什么？你这是道德败坏！”我就把话撂这，今天就算出轨的是浅浅，我也得让他净身出户。我将手机交给苏玉：“真的，妈妈，你真这样想的？”丈母娘不耐烦地说：“可是现在是你出轨啊，你老扯浅浅干什么？”苏玉也来劲了：“你现在不承认可以，但是一会我朋友再发来别的视频，我看你怎么说。”我坐在沙发上，所有人都在猜我出轨的对象是谁，以及怎么惩罚我。丈母娘和表姨甚至已经开始归拢我家的财产，已经忘了屋里的苏浅还载不住的想办法逃跑。现在的他们应该已经放弃了砸窗户，估计在拼命地开衣帽间的门。他们得找个蔽体的衣服，要不然等我们破门而入的时候，看见他就是他们赤裸的身体。不过衣帽间也已经被我锁死，现在的卧室里除了一床被子，已经没有什么能蔽体的东西了。来了，来了，传来了！随着苏玉的一声叫喊，所有人都跑了过去。大姑过去之前还瞪了一眼我，好似在说：“你给我等着。”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抿了一口，还没等我放下茶杯，一旁的丈母娘一下打掉了苏玉的手机：“这什么呀？合成的吧？这怎么是浅浅？小玉，你被陈征收买了吧？这假的吧？”苏玉一脸不服气：“什么呀？这我朋友发来的修复的监控的内容，不可能有错，那就不对。你看清楚，里面是你姐。”苏玉一把夺过手机：“就是我姐呀，那说明出轨的是我姐。你看她这身衣服，不就是刚刚沙发上那身吗？”确实，苏浅文气，很少穿这么妖艳的衣服，红色包臀裙，黑色丝袜。别说丈母娘，就是我都很少见，也难怪她那么大反应。不过那张脸错不了，
丈母娘在苏玉的再三确认下，说出那就是浅浅，但是还在说视频有问题。苏玉将手机递给他觉得现场唯一会讲理的人，他见过没几次的表姨手里。表姨，你有学问，你看这视频像假的吗？还诬陷起我来了。表姨拿起手机，本来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看清视频的刹那间就脸色就变了。因为视频中抱着苏浅亲的男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老公秦明。苏玉没见过几次表姨，更是没见过秦明，不认识很正常。丈母娘和大姑确实有点老眼昏花，只顾得帮苏浅掩饰了，也没注意看视频中的男主角。苏玉看表姨的神情不对劲，便大声地说道：“你们看表姨都惊呆了，她也根本没想到我姐是这样的人，我没骗你们，这视频不是合成的。”丈母娘见状，一边捂住苏玉的嘴，一边夺回手机，这才仔细看了视频中的男人。看清了之后，猛然抬头看了眼表姨，表姨神情讶然，明显还没回过神。丈母娘将手机重重地摔在沙发上。江晴，我早就说你那老公不是个好东西，我是不是提醒过你看好他？你怎么就看不住呢？一把年纪了还来霍霍我家姑娘。表姨也不示弱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在你闺女家，不是她把人勾搭进来的。我家老秦能有机会吗？你看她穿的那样，跟卖的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我说的没错呀，你看她那骨子劲，像个正经人家的姑娘吗？平常隐藏的好，我都没看出来。你不看看秦明多大年纪了，都能当浅浅的爹了，他一点道德都不讲的吗？说着便上去抓住表姨的头发，俩人扭打在一团，怎么都拉不开。我看着地上的俩人，高声喊了一声：“好了！”他们好像忽然明白了过来，最大的受害人是我。丈母娘忙起身，站在我身边：“陈征，你们是因为这吵架的是吧？你放心，等他出来，我使劲教训他。我们家不会平白无故出这种不孝女的，肯定是有隐情。等他出来，我问问他，许是被威胁了，一会一定给你个解释。”表姨也不甘示弱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被逼的？谁逼谁还不一定呢。”表姨出了名的眼光高，年近50才抓住秦明这个二婚男，自然不愿被人说看走眼，所以一直替秦明解释，也是保全自己的面子。我拉了拉做皱的西装：“妈，我不知道浅浅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对她不好吗？要什么给什么。她呢？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丈母娘继续卑躬屈膝的不住的作揖：“小征啊，你是好孩子，男人嘛，要有包容心。他犯错了，只要知道改就行。”我望着丈母娘：“妈，不行吧？出轨了是原则问题，你们家谁出轨都得净身出户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”妈，那不是随口一说。你说你和浅浅结婚3年了，你舍得？咋说了？我敢保证，他就那一次，要是有第2次，我肯定让他给你跪下磕头，还得让他净身出户。妈，我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联系。这些年我工作忙，可能有时候陪他的时间不多，但是他可以给我说呀，也不能这样对我呀。我知道他不对，但是肯定不联系了。不信你问你表姨，你表姨这几天都和你表姨父在一起。我看向表姨，表姨低着头不说话。大姑也走过来：“征啊，男人嘛，要大度，拿出你的气魄来。你就信妈一次，他肯定是就那一次被那个老男人骗了。你原谅他，让他出来。不是我不让他出来，是他自己不出来。你对着门喊一声，说原谅他了，他不就出来了吗？”我看着满心期待的丈母娘和刚刚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判若两人，
不知道一会看见光着身子的俩人，他是什么感觉？我走到门边，对着卧室大喊：浅浅，如果你真的只有那一次的话，我原谅你了，你出来吧。丈母娘和大姑不住地夸赞：这就对了吗？铮铮懂事，年轻人总会犯错的嘛。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室内没有动静，表姨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推开丈母娘，拿起板凳，哗哗砸了几下，门依然纹丝不动。正当表姨砸得正狠的时候，秦经理带着刘师傅走了进来。刘师傅技术高超，连实验室的加厚密码门都打开过，我家的卧室门更是不在话下。正打算开锁的时候，刘师傅犹豫地看着我，我满脸不解地看着刘师傅。没事，刘师傅，门坏了，保证不让您赔。刘师傅摇摇头，那倒不是，就是我们这行啊，忌讳太多，这毕竟属于私宅，为了我的安全的，我开锁的时候得留个证据才好，我们都能给你作证。对呀，我们都是证人。大姑和三舅对着刘师傅说，话随时这样说，不过人的说法是会变的。我之前就吃过这亏，帮人开了锁，最后人家反倒不承认，说我私闯民宅，赔了几千块钱。这一说再开锁，难免有点后怕。我看着刘师傅，你要不这样，我帮你录像，到时候把视频传给你一份，你留着视频作为证据。刘师傅点点头，我利索地拿出手机，小心点是应该的，人心本就复杂，您开吧，我帮您录像。刘师傅开锁的时候，我在想象着苏浅在里面着急的情形。光秃秃的房间，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，现在俩人估计又跑床上了吧，毕竟只有被子能遮住身体。正想着，门开了，首先进入房间的刘师傅被定住了似的愣在原地。丈母娘扒开刘师傅，率先走了进来：浅浅，你别怕，妈来了。可是还没等说完，就推着后面的人走：快出去，快出去，都出去。后面的人压根不听他的，直挺挺地冲了进来：浅浅姐。紧接着表姨、大姑、三舅、表哥都冲了进去，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愣在了原地，随后开始将头扭向别处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已经看见表姨在厮打秦明了。只见她裹着床单站在墙角，苏浅用枕头遮着身体，蜷缩在床边的角落里。厮打间，秦明的床单被扯掉，他抓了2下床单没有抓住，只能赤裸着身体站在原地，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要害。他不捂不要紧，一捂所有人都看向那，因为要劲还没过他，还直挺挺地立着，红得像根烧火棍。表姨一巴掌拍在秦明的脸上：你这是吃了几颗？平常让你跟我吃1颗都费劲，现在你不嫌累了，真是不要脸。说完看向床角的苏浅：要脸吗？都能当你爹的人了，你还往家领，还得靠吃药才能和你亲热，你咋就那么贱呢？刘师傅见不对劲，赶忙退了回去，见我手机视频还开着，不好意思地说：小陈啊，那个视频我不要了，你删了吧，我先走了呀。我冷笑一声，将视频点了保存，发送至公司群和家庭群，然后退出群聊。我假装愤怒地离场，抱着头坐在沙发上，跪下给小征道歉。我正在想着该如何收场时，苏浅被丈母娘拉着过来，身上披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，显然是别人托给她的。苏浅颤颤巍巍地走到我跟前：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跟他真的是逢场作戏，我爱的还是你，只是咱们的窗户不知道怎么打不开了，要不然不会让你看见他的，不会让你这么堵心的。我一把甩开他：逢场作戏，坐到床上，我要是不回来的话，你们打算坐几天了？苏浅低声啜泣：也没有，
等你回来，我还是会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比他重要，老公，他也不如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。苏浅，你图他什么？跟你睡一觉都得靠吃药维持，图他跟你爸爸年纪一样大，图他一身的赘肉。苏浅听见提他爸爸，跳着站了起来。陈征，你不许这样说我爸爸。然后又小声地哭了起来。我就是太想我爸爸了，他太像我爸爸了。我不禁愕然，你不嫌恶心？苏浅10岁的时候，他爸爸被妈妈赶出家门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。和我在一起之前，苏浅谈的对象都是大他好多的。我以前不明白，以为他只是喜欢成熟的。我看着眼前的苏浅，又望向苏浅的妈妈。苏浅的妈妈呆在原地不出声。妈，来说说吧，你刚说的出轨本就该净身出户，我原谅他一次，若你女儿再次出轨，绝不原谅。丈母娘忙跑过来，小征啊，这也不能怪浅浅，谁让他爸爸？妈，我只问你，你说过的话算数不算数？丈母娘自然是不接话茬。小征啊，不如妈给你们拿钱，你们出去旅游吧，正好修复一下夫妻感情。我抬起头，不必了，我现在只想离婚。苏浅趴在我身上，老公，我知道你生气，我以后不会了，我不会再见他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一把甩开他，我们离婚吧，你准备一下，搬出去吧。公司群和家庭群炸了锅，秦明还没到公司，他的事就在公司传开了。公司效益本就不好，对手公司恶意竞争，本让公司损失了大半合作商。在这个吃瓜的社会，他的事迹被广泛传播。为了名声，大多数已经合作的合作商选择退货，公司一度陷入极大的经济危机。表姨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，转移了大部分婚内财产。最后，秦明百般祈求，仍然没能留住表姨。为了弥补公司亏空，他只能变卖名下唯一的一套房产，拯救公司。可惜终是杯水车薪。我入职新公司，看着在互联网博得的一点同情分，公司一度成了网红公司。不少网友为了看亲自捉奸的绿帽王来和公司谈合作。我建议公司趁着热度开始直播带货，也做得如火如荼。我成了小有名气的带货主播，也有了一批正能量的粉丝。不少粉丝给我加油留言：陈征，加油！一次被绿不代表终身被绿，加油！下一个会更好。这样才是正确的道路，远离渣女，努力搞钱。在最近的一次收购会上，老板以抄底的价格收购了秦明的公司。听说他已经宣布破产，资不抵债。加班的时候，苏浅找到公司，他因为负面的影响，已经大半年没有上班了。没有公司愿意要一个道德有问题的员工。他拿着饭盒走到我面前。老公，我给你做的你爱吃的红烧肉，你吃一口吧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我将饭盒推开，对不起，你挡我的路了。还有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但是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，没有吧？怎么没有？你看你现在不也没有找女朋友吗？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去。他站在原地，将饭盒扔在地上。陈征，我不就和别人睡了2次吗？你至于吗？我不是给你做饭了吗？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，我都不吃红烧肉了，所以，请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苏浅不住地跺脚，我就不信你已经忘了我。可是转身，他就去找了秦明。秦明骗他，自己还有500万的资产，并用借贷的钱带他吃喝玩乐。不到1个月，苏浅成功怀上他的孩子。秦明作为老赖被逮捕时，苏浅正在医院待产，他拒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
留给苏浅一身债务。苏浅听闻，在悲愤中生下孩子，由于过度悲伤，身体大出血，子宫被拿掉。苏浅的妈妈将母子俩接回了家，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，发现了被藏在角落里的秦明的户口本。户口本上的曾用名让苏青大吃一惊，秦明强这个名字她到死也不会忘，是她的丈夫出轨的小三的丈夫。那一年，秦明强来求她留住自己妻子肚子里的孩子，他会带着妻子远离这里。可苏青还是让人将小三打流产。那时秦明强的第一个孩子，他倾注了所有的爱，等待着他出生。苏青和丈夫离婚之后，秦明强和妻子也离婚了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在商场打拼，但他始终忘不了那个未出世的孩子。直到他再次机缘巧合娶了江晴，再次见到了苏青，他有了报复的想法。本来想的就是成功骗苏浅生下自己的孩子，以此来报复苏青。可是他没料到会有家里的那一幕，这打破了他所有的计划。但是陷阱就是给有贪念的人准备的。在他准备要放弃自生自灭的时候，他没想到苏浅又找到他，并再次主动委身，只是为了从他口中套话，看他还有多少资产。他伪造了存单和不动产证，让苏浅以为自己还可以东山再起，并心甘情愿地怀了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他早已负债累累，甚至连容身的房子都是租的。苏青得知真相后，抱头大哭。他抱着手中的孩子，不禁想起了20年前自己打落的那个孩子，也是如此的秀气。他越想越怕，好似那个孩子要来找他一样，疯了似的将孩子扔在床上跑了出去。苏青疯了，在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第3天，我去看他，他指着我大喊：“魏云！”果然，疯子才是最清醒的。魏云就是他当年打的小三的名字，也是我的养母。养母在我18岁的时候去世，她从泥潭中把我抱回家，把最好的爱给了我。我看着眼前疯癫的苏青，你也没想到当初的事还会有人知道吧？苏青抱着头发抖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当初为了跟你的老相好在一起，求你的闺蜜魏云去帮你勾引你老公，目的就是让他净身出户。可是事后竟然不认，为了逼你老公走，竟然假戏真做，将我妈的孩子打掉，逼得她跟她老公离婚。你不知道，你老公离开家后，又去打了她一顿，让她毁了容，一辈子被人唾弃。要不是自杀的时候捡了我，他怕是在出走那1年就死了。苏青不住地抱着头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怪她太漂亮了，是男人都会喜欢她的，她只有脏了才不会有人喜欢她。所以你当初一箭3雕的计谋真是好啊，得了财产，有了爱人，又除掉了我妈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妈说让我好好活着，看看你们的下场。可是我本来也想好好跟苏浅过日子的，可是她也像你那么不安分。我妈说的对，恶人自有天收啊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我隔着铁丝网看着苏青跑向角落，收起从家里拿出的秦明强的户口本。至于苏浅，她不配知道这件事，她该恨的人是她自己。401号苏青，过来吃药。护士姐姐，你是小三，你是小三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这人怎么疯成这样？明天加大剂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